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我明明很忙，忙到没有时间吃饭，没有时间健身，更加没有时间好好的去看一集电视剧，但好像依旧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有做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好，所以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很多负面的情绪。我想你也有这样的时候吧，每天起床的时候像是打了满满的鸡血，可是当你真的工作时却又怎么也提不起劲来，说不上这一天到底是为什么，就是莫名其妙的会感觉到很丧。负面情绪来临的时候，完全没有抵抗的力气，只能够由着它肆意的蔓延，就连空气当中弥漫的花香都勾不起你心中的浪漫，雨后的彩虹呢，也打动不了你的柔丝，仿佛一切都变得没什么意义了，生活也就是那样。而当你想要找一个人去倾诉的时候，你翻了翻手机的通讯录，又翻了翻微信里的聊天记录，想了想，算了吧，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时候谁有时间会耐心的去听你抱怨，你也不清楚是否还会有这么一个人是真心的去懂你，甚至偶尔明明耳机里面放的只是一首普通的抒情歌，你却越听越觉得伤感，然后眼泪却不知不觉地从眼角流出来。明明是好几个人的聚会，你却依旧觉得倍感孤独，又明明刚刚才离家不久，却很想回到熟悉的被窝，也许那一张不大的单人床就成了自己的情绪树洞。想必大部分成年人下班生活都是快步走回家，草草地吃几口面包几口面，就开始刷手机。我们好像渐渐习惯了把所有的情绪都隐藏在了自己的心里，然后再想尽一些办法去转移它。就像前几天我刚刚从合肥回来，闺蜜就约我吃火锅。昨天我下班赶去店里的时候，她就已经点好了菜，我们很默契地吃了好一会儿才开始聊起天。将近2个小时的吃饭时间，我俩笑了很多次，也互相嫌弃了很多次。我们好像只说自己最近发生的好事，只字不提苦和累。毕竟都觉得如果把负面情绪和他人分享的话，也只会让别人的心情变得不好吧。所以成年人的世界里，谁不是一边累着一边生活着？以前上学的时候，我的闺蜜呢算是悲观主义者吧，10句里面有8句都是对生活的不满，剩下的2句或许是对未来的担心，就好像是生活生来就是对我们不好一样。但是后来我渐渐地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已经不再说不好的事情了，只学会了跟对方去聊一些好的消息，说起以后亦或是当下的奋斗目标，看着自己离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近。仿佛生活里的苦太多了，你说了这一个，它还是会有下一个，还不如自己慢慢的去调整心态，慢慢的去消化它，拥抱它，
接纳它，再转化它。人生就是这样子的，它或许会发生很多很多不愉快的事情，你会遇到不合拍的伙伴，你会碰见爱而不得的人，你也会碰到无厘头的同事和不留情面的老板。以前的你呢，会想把说的话一股脑的全部倒出来，把自己置于一个透明的玻璃屋当中，好像每个人都能看见你的脸上的不愉快，看见你身上散播出来的负能量。他们知道你在做什么，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也知道你什么事情都习惯性的写在脸上，挂在嘴上。可是当你一个人静下来之后，你一个人默默地消化掉那些糟心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你看到了很多之前被你忽略掉的，那是其他人没有办法给到你的建议，也是他们所想象不到的地方。所以以后的你，在遇到一些生活当中的不愉快时，你首先想到的不是在找别人去宣泄了，而是先自己独自一个人好好的想一想，好好的消化消化。与孤独，与困难，与荆棘和平相处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那些难熬的时刻都没有那么难熬了。时间也会将所有的事情慢慢的淡化掉。其实我们生来都是有自愈能力的，后来你就会发现啊，你已经不再把所有的心事都完全表达出来了。你已经学会了成熟、冷静、睿智的去分析每一件事情背后的利与弊。是的，这就是一个人真正成熟的开始。就是你心里再怎么波涛汹涌，你表面上所表达出来的都是云淡风轻。是的，生活里没有谁可以真正做到和你感同身受，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学会消化负面情绪，对自己对别人又何尝不是一种宽恕呢？当你渐渐学会了和孤独和寂寞共处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所有的负面情绪再也打击不到你了。你也会知道怎么样才能够以一个崭新的姿态、崭新的心情去面对生活。你总要一个人开始学着慢慢长大，你总要一个人去走那些人生里的艰难，你也总要一个人学着好好的去原谅自己，拥抱自己。我希望你一个人可以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好好成长，好好生活，别让负面情绪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了，好吗？